这段是我特别走过去拿了摄影机过去拍的。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拍了这一段？我们只是在一个很简单的码头，在这个码头当中呢，我们要搭乘渡轮到波罗的海3国其中第一个国家叫做爱沙尼亚。但是你看这么简单的一个小国家，这么简单的一个小码头，对不对？他们就会有这种亲子之间的互动哦，很简单的小丑做一些很简单可爱的动作，小朋友就很开心啊，在那边笑哈。我就说，生活其实可以很简单，小时候很容易满足，很容易快乐，你有没有发现啊？但是到了长大之后呢，人的欲望、人的需求呢就不容易满足，然后一直到了70、80岁，如果呢你事业有成，而你 OK 什么都很正常哦，发展的也好，不要大富大贵，平平安安，人生就这么简单。我拍下的那一刻，其实就是要告诉很多的人说，你看这么简单的一个拉绳索的动作，小孩子玩得很开心。我们人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其实常常可以一个小事情就让我们很愉悦、很开心的，对不？啊，还有一点呢，而且呢，你看吼，迄囡仔踮咧游有无吼？囡仔踮咧游，代表啥？这个国家吼，你看他做的这种服务有多好啊！一个小码头也要一个这样子的活动来带动这个气氛啊。我们现在来到了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叫做塔林老城了。只是今天比较可惜的一点是呢，塔林老城其实很美啊，但是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塔林呢，比较可惜的是刚好下雨啊。那今天这个雨呢，算是这几天以来下最大的一天了，所以旅游起来呢，就变成了不太方便啊。但是呢，还是可以旅游了哈，只是不太方便啊。无论如何哈，旅游依然是快乐的。爱沙尼亚，我们不谈论它的老镇的话，光谈爱沙尼亚。爱沙尼亚是全欧洲最年轻政府，平均政府的阁员年纪呢，大概都30到40岁左右，是欧洲最年轻的政府阁员。爱沙尼亚除了有这么年轻的政府阁员之外呢，它整个氛围、整个气氛呢，都是呈现的欣欣向荣。虽然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老城，但是它的创新，它的所有的政策非常非常的不得了。如果你来到了爱沙尼亚，你就可以看得到，处处都是迷人的小镇。虽然现在下着雨，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把雨中的塔林老城介绍给所有的人看看。这里是波罗的海，爱沙尼亚，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老城。现在我们来到了波罗的海拉脱维亚，波罗的海的第2个国家。那现在我们行驶在拉脱维亚的大桥上面，这个男女人口一度来到1比8。男女失衡的现象其实也出现在欧洲的国家，波罗的海的沿岸国家长期被前苏联侵略。从哪里？芬兰，还有哪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些以前曾经都是前苏联所统领的国家。你看看这家餐厅很特别哦，这家餐厅它上面呢插了很多的地标，这些地标也代表着每一个国家，他们来到这边用餐，他就希望你看台北有没有台湾呢？他就希望把东西呢插在这上面哦。来，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另外一个，这里以前是飞行船制造厂，这个飞行船制造厂的地方，现在改建成为农渔市场。农渔市场，这里面很多的东西啊，其实你带不回去啊，带不回去。但是呢，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带不回去没关系啊，你可以看看，你可以买水果啊，带得回去的
加减买啊，看嘛当地市场内底你卖是啥物物件。你看，这个是小麦所酿造出来的酒，在波罗的海这些国家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在刚刚的市集里面呢，我们可以走走看看买买，完了之后呢，看看路面上的老电车，我们又回到了李家的老城区哈，李家的老城区啊，大家现在进到了李家的老城区。波罗的海3个国家。我们常讲它叫3小国，其实呢，这3个小国家哪有小？它比台湾还大啊。那这3个国家呢，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手牵手啊，让他们在毫无战争的情况之下，他们就独立了啊。这个独立让波罗的海这3个国家呢，在全世界举世闻名。波罗的海3个国家20世纪的时候命运真特殊哈，长期去了前苏联入侵，被纳粹占领，战争严重，所以这3个国家，现在你是人的殖民地嘛，人叫你去战争，你嘛去来战争对吧？以前日本敢讲无派台湾人去这边嘛，嘛是小港啊哈，这是历史啊哈。但这3个国家呢，的本身上男女比例、人口失调哦，严重悬殊的高居世界之冠啊，女多于男哦，所以拉脱维亚曾经被称为男人的天堂。它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多美女的国家。这个炮口往下是为什么呢？希望战争永远不要再发生了。谈何容易？说起来简单，谈何容易？其实这3个老城，从爱沙尼亚到拉脱维亚，一直到了立陶宛哦，这3个老城其实各有各不同的这种风貌哦。在前苏联占领的时候，其实你分不太出来这3个国家的差别。但是现在当然呢，来到这边呢，各自有各自的独立，又以这个爱沙尼亚是最有名的，经济最好的，因为它越靠近北欧。老城区圣彼得大教堂，一座哥德式的教堂，建在13世纪。这些巴洛克式的钟楼建于1690年。它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木质教堂钟楼，又尖又圆的屋顶。那现在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圣彼得教堂，在1973年改为金属结构，可以看看全城腐烂之地啊。那在这里呢，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得到教堂后面的不来梅乐手雕像，鸡站在猫的背上，猫站在狗的背上，狗站在驴的背上，4个动物都伸长了脖子，张着嘴巴，
做成唱歌状。而在李家老城最特别的、最特殊的，也就是来自于它每一个屋顶各有各不同的装饰巧妙艺术。李家老城其实欧洲的老城区呢，永远是最吸引人的。这些老城区呢，在这种石板步道走起来，浪漫的走在这上面呢，这种氛围特别好。看看路边的欧米亚给买一买，这就是北欧加波罗的海三国。你会看到这个就是布莱梅乐手雕像那它也就在教堂的后面呢，鸡猫狗驴所组成的鸡站在猫的背上，有没有看到美女黑头宫1344年，黑头兄弟会是一个在李家的德国未婚商人所组成的行会。这座建在1941年，曾经遭到德国的飞机轰炸，成为废墟。残余部分呢，在1948年被苏联政府拆除。目前建的是1955年的重建，很美啊。这里也是它最主要的地标之一。一滴水可以滴成海洋，一粒沙可以形成沙漠。每一年当来到立陶宛，我们现在已经换了立陶宛了，因为这3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是合在一起的。我们经过了边界，来到了立陶宛，千万万个一个叫什么十字架，在这边呢汇集成了一座山，会是怎么样的人间模样呢？我们来瞧瞧吧。很震撼，满山满谷的十字架，这些十字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感受是什么呢？拥有20多万个祈祷放置在这里。第一个十字架原本是1831年11月份立陶宛人反俄起义之后，因为以前不想要让苏联领导嘛，放置了一个军事掩体处。几个世纪以来，前来朝圣的天主教徒在这儿安置了许多的十字架以及巨大的这个苦像立陶宛爱国者的雕塑、圣母雕像，总计呢有5万多个从开始放的时候呢，苏联人也很讨厌当时想说想说奇怪，你弄搞啃十字架什么艺术然后呢不断的呢在这儿一直把它铲除掉1918年一战的时候呢，东欧原有的政治领土呢瓦解了立陶宛呢曾经独立，宣布独立又失去独立，这样子的情况非常的多次而呢他们呢找不到很多死去或者是战争离去的这个战士们呢，他们到底死在何方就为了这个苏联战争甚至呢为了抗俄而被牺牲掉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在这个地方呢放下了第一个十字架。苏联不断的把它清掉，他们不断的放，直到如今，它变成了一个人民心灵祈愿许愿的地方。到后来变成了天主教的天主教的圣地
我们现在又进入了水中城堡特拉凯古堡。特拉凯古堡是在距离立陶宛维尔纽斯西郊的一个小镇上面啊。那这个特拉凯古堡呢，湖泊森林遍布，湖光山色，风景宜人，也是这个维尔纽斯喜欢旅游的一个好地方。这座城堡建在14世纪末，在常年的战争跟岁月的摧残哦，那曾经只剩一片呢的破瓦在这边哦。1970年代，这个政府呢才决心呢再把它重建起来。今麦这里峡谷呢大致上已经恢复了原貌，城堡由粉红色的砖石所砌成，远观呢非常的美丽。城堡面积呢不大，但城墙呢十分的坚厚。城堡的四周呢还有瞭望台，城墙内有非常多的护城河。重点是这个特拉凯城堡呢，在这怎么样？你知道，它有很多的小湖啊。这些湖呢，就在这个水中城堡呢当中呢竖立在这些湖当中哦。那这些湖呢，也就变成了当时特拉凯当时的王宫最主要的一个王宫所居住在这边的护城河啊。因为这些步行的长桥呢，这附近很多湖啊，它也被叫为湖中城啊。那当时很多的这个士兵要攻进来的时候不容易，因为它四周都被水包着你要攻进来就没有来的那么容易啊。但这些湖因为遍布在整个城堡附近，所以也导致成什么？当时只要冬天的时候，湖面结冰，特拉凯城堡反而变成非常的危险，因为战士们可以越冰而过啊。感受一下。我们看到，我们进来到了这个特拉凯水中古堡的中心点呢，在这个中心点这个广场呢，其实也就是当时很多时候他们在这边所做的一个集会，还有什么，这是犯人受刑的刑具都放在这个特拉凯古堡我们进来里面的中央广场。这个广场当然它的功能性也非常的多，它被誉为北欧的在北欧地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童话故事般的水中城堡比较梦幻一点所以来到这边呢，特拉凯城堡也是东欧地区唯一的一座水上城堡，不能算北欧，叫东欧了位于加尔瓦湖的湖心岛上面。那这个加尔瓦湖上面呢，因为遍布了很多的小岛建在1377年，曾经为立陶宛大宫殿，也曾经是防御十字军的要塞。后来在17世纪遭受战火摧残而被弃用，长久的失修，古堡一度成为废墟。这个也是众多古堡当中立陶宛最著名的其中一个古堡立陶宛的自然风光，除了主要的平原地形，森林的覆盖率高达了25%，约有3000多个大小的湖泊。在整个立陶宛的国土上面最长的就是尼姆纳斯河，流经了大半个国土之后，注入到了波罗的海，这个也就是著名的琥珀海岸那特拉凯也是在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也是立陶宛古代政治中心的国家公园黑色的圣母玛利亚，这个也是维尔纽斯的老城区的大门口，黎明之门波罗的海三国有着相近的历史命运，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这里当然也有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音乐艺术节日，吸引着众多的民众来到这个地方来狂欢我们
现在慢慢的走向了市政厅的广场，从黎明之门开始出发。那走进来可以看得到，16世纪波兰人征服它，18世纪它又被沙俄并入版图，19世纪初又遭到拿破仑军队的严重破坏。1941年到1944年，德国的军队又曾经攻进来这边呢，光是德国军队就在这边屠杀了10多万人，所以你说难免啊，经历这么多灾多难。你看从16世纪100年、200年左右，他就这样子被征战一次哈，所以你说他男女失衡比例是一定正常的哈。那一直到了1944年，苏联又来赶走了德军，但他赶走他还是占领他哈，所以呢，一直到1987年8月23号，波罗的海3个国家200万的人手牵着手，超过了600公里的人，穿越了波罗的海3个国家，建立了独立国家。现在我们来到市政广场，这里也是维尔纽斯古城当中的心脏。面向广场的这个市政厅看到了哈，建于1503年，现在所见到的古典建筑风格也是18世纪末才完成的。后来改建成了音乐广场，那这个也是现在前面这个也是这个总统所在地哈，国旗在，总统在，国旗不在，总统出去玩吧，出去巡视了啊。在这个末端呢，我们可以看得到维尔纽斯当中，不管是东正教堂啊，还是这个各式各样的教堂，其实你知道吗？在立陶宛，我刚刚前面有讲到了哈，它经过多个国家的占领啊，所以呢，它在这边就形成了什么？你可以看得到东正教什么，还有希腊正教，还有呢天主教、基督教。各式各样的这个教堂呢，就聚集在老城区这个小小的地方，所以维尔纽斯也就出现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众多教堂聚集在一个小城区，而且在维尔纽斯的老城当中呢，你也可以看得到英语、波兰语、俄语等等全部不一样的语言的导览啊，在老城当中，你不得不感受俄罗斯对维尔纽斯的影响。至今仍存在这边，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俄罗斯的文化啊，包含了老城区，也可以看得到立陶宛的总统府，还有大主教行宫等等呢，还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圣史丹尼劳斯大教堂，已经绕过了哈，刚刚那个是圣史丹尼劳斯大教堂哦，那我们现在呢绕回来的这个就是曾经被拿破仑想要带走的一个口袋当中的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堂啊。这个教堂当时呢，拿破仑来到这边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教堂，喜欢的不得了哦。它是用红砖一砖一砖所建造起来，非常特别、非常别致的一个教堂，由33种不同形状的砖块所建成，是名闻世界标准的哥德式建筑。拿破仑征途当中呢，曾经想说，如果它小到可以从口袋里面拿走放到我的口袋，我还真想把它带走。这一趟的立陶宛老城区，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教堂啊。很不舍啊，因为节目到这边已经接近了尾声，我们在圣彼得保罗教堂这一个最后的景点，我们要做一个结束了，下次再见喽。